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今天咱们看一款无线调频电子琴电路。这个电路的作用呢，是把我们每个键盘按出来的不同声音，通过调频波发送出去，可以经收音机来接收。它的发送频率呢，在88兆赫到108兆赫之间。这个部分呢，就是调频发射部分。这个部分呢，就可以说是电子琴部分。这里呢，它用了一个单节晶体管，也叫双基极二极管。这个是第二个基极，这个是第一个基极，这是它的发射极。离凸起近的这个引角呢，就是它的发射极。我们也可以用万用表去测量。它的供电是6伏，因为我们不同按键下边的电阻组织都不同的，相应的是 D 加 2K， 这个是 8K、10K， 到最后是 22K。那么我们按下不同的按键时，给这个电容充电的速度就不一样。那么很显然，阻值越小，充电速度越快。这个单节晶体管的特性呢，就是当它的发射极电压低于一定的值的时候，它的两个基极之间的内阻很大，所以这个位置为高电位。当它的发射极高于一定的值的时候，这两个基极之间就击穿，并且发射极电容上的电压迅速的通过这个基极泄放到地，那么使这个电容上的电压降低。这时它又恢复到初始状态，也就是说两个基极之间出现高内阻，使这个位置的电压为高电位。同时呢，我们这个按键这端又给电容充电，当这个电容上的电压又达到一定的值，它再次击穿，使这个位置为低电位。如此往复循环呢，就形成了震荡。很显然，这个位置为高电位的时候，上管导通，下管接止；这个位置为低电位的时候，下管导通，上管接止。如此往复循环，这个放大的信号就通过这个电容耦合到这个三极管的基极。刚才我们说过了，因为下边这些电阻的阻值不同，电阻越小，充电速度越快，那么相对来说它的频率就越高。人耳能听到的声音在20赫兹到20千赫之间。由于不同按键按下产生的频率不同，所以产生的音调也就不同。不同的音调通过这两个三极管放大以后，经电容耦合加到了我们的调频发射部分。调频发射部分属于电容3点式震荡。我们可以这样理解，当我们这端上电以后，电流通过电感线圈通过这儿加到了三极管的极电极。这端由于有电阻限流，下边有电容充电，所以这个位置的电压是缓慢升高的。那么这个三极管由于基极比发射极高，那么它会渐渐导通。由于它的导通，在这个电感线圈上会产生上正下负的感应电动势。上端的正电压通过这个电阻，然后加到三极管的基极，使三极管进一步导通。这端的负电压通过这儿，通过这个电容加到这个三极管的发射极。由于三极管基极与发射极的电压差进一步升高，所以三极管的导通量就会增强。由于这个三极管极电极向发射极的电流增大，所以流经这个电感线圈的电流也会增大，它的感应电动势进一步增加。通过这端又加到了三极管的基极，通过这端又加到了三极管的发射极，直到三极管饱和导通。由于三极管饱和导通，通过这个电感线圈的电流就是直流电，所以它的自感电动势会消失。那么这端的正电压消失，这端的负电压消失，这样就使三极管基极和发射极的电压差减小。由于三极管基极和发射极的电压差减小，所以三极管极电极向发射极导通的电流就会减小。同样，通过电感线圈的电流也会减小。又因为电感线圈有阻碍电流减小的作用，所以它就感应电动势倒向，产生下正上负的感应电动势。那么这个感应电动势通过这个10K 电阻加到三极管的基极，这个负电压通过这个电容加到这个三极管的发射极，那么迅速的使三极管截止。三极管截止以后，这个电感线圈上的自感电动势又同时消失了。那么这个6伏的电压通过10K 电阻又加到三极管的基极，三极管又渐渐导通。如此往复循环，就在调频电路产生了88到108兆赫的调频信号。调节这个可变电容就能够改变这个电路的震荡频率。这端加来的音频信号就能够改变这个电路的频偏。
从而把我们调制的音频信号通过这个电容耦合从天线发射出去，经收音机就可以接收。如果我们有音源信号，比如说手机耳机输出的，我们把一根线接地，另一根线接到这个位置，就能够通过它发送出去。也可以在这个位置接一个助记体，同样是能够把我们说话的声音发送出去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